同志们，今天聊一个30年河西，30年河东，不对，是30年西半球，30年东半球的故事。当年喊着美国月亮比中国圆的华人精英，现在集体对着中国高铁哭到崩溃。定居美国30年的工程硕士逛完上海外滩直言，纽约顶多就算中国的3线，卖了北京2环房移民的家庭，如今亲戚退休金都比他的年薪都高，你敢信吗？他们是当年的公费留学生，北大高材生，硅谷工程师，妥妥的天之骄子。如今呢，却成了最遗憾的追梦人。美元付不了煎饼果子，媒体跑不过中国高铁，打拼半生买不起医保，孩子成了没根的香蕉人。论语有言，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他们当年的选择到底是远见还是误判？荀子警示，不登高山不知天高。30年前的美国天堂，为何成了今天的现实牢笼？5亿人脱贫，世界70%的高铁，全球最大的中产群体，中国用30年完成蜕变，到底撕开了多少美国梦的假象？今天这条视频不聊空话，只讲真相，扒透美籍华人精英破防的底层逻辑。为什么中国崛起最难过的是他们？选择大于努力的人生真相，到底藏着多少时代密码？ Gen X Chinese immigrants got totally fucked. My dad just sent me this message that makes me want to bawl my eyes out. If I knew what China would be like today, I would never leave my motherland. 当年仗剑向西行，以为彼岸是天庭。30年后回头看，江山已换旧旗名。高铁如龙穿夜色，流浪帐篷满城灯。不是本尊不努力，输给时代一转功。大家好，欢迎来到老友记，我是大钊。先给大家讲个笑中带泪的笑话。有位破防的华人工程师去年回国，在上海街边买煎饼果子，掏出刀了想付款，摊主大爷摆摆手，小伙子微信支付都行，这美刀咱不收，找零太麻烦。他愣在原地半天，因为在美国他还在用支票付房租，每次去银行排队能排到怀疑人生。更搞笑的是他坐高铁从上海去北京，4个半小时直达，舒适的能躺着办公。结果呢，回到美国，从西雅图去洛杉矶，火车晃了12小时，中途还停了3次，座位硬得像石板。下车的时候腰都直不起来。他跟朋友吐槽，我这哪是移民简直是从2024年穿越回了1994年。这不是个例有个洛杉矶华人律师，当年是北大高材生，放弃了留校任教的机会，拼了命拿到美国律师执照。结果去年回国，发现当年不如他的同学，现在是大学教授，住180平的大平层，周末带着家人去露营泡温泉，日子过得美滋滋。而他呢，在美国租着60平的公寓，每天工作14小时，38岁还没结婚，不是不想结，是没精力也没底气。美国的房价、医疗费能压垮普通人，就算是律师也不敢轻易辞职。他说每次视频看到国内同学晒退休金，他都想抽自己一逼兜。孟子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他当年以为鱼跟熊掌能兼得，结果现在鱼跟熊掌都没捞着。其实中国古人早就看透了这种选择困境。《史记·或者列传》里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80、90年代的中国确实还在发展阶段，街头有流浪汉，基础设施也不如美国。那时候出国的华人看到美国的摩天大楼、干净街道，再对比国内的现状，自然会觉得美国是天堂。就像那位工程师所言，90年代初他每年回国都能看到沿街乞讨的残疾人、孩子，而美国街头干净整洁，几乎没有流浪汉。可他们忘了荀子有句话：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当年的他们只看到了美国的当下繁华，却没看到中国的未来潜力。就像井底之蛙，以为天只有井口那么大，却不知道外面还有大海。30多年过去中国完成了从追赶者到引领者的蜕变。5亿人脱贫，中产规模全球最大，高铁里程全球第一，移动支付、新能源汽车领跑全球。而美国呢，基础设施老化，贫富差距撕裂，流浪汉越来越多，连纽约地铁都常年漏水，布满了涂鸦。有个华人网友的评论特别扎心，他爸当年卖了广州的房，凑钱给他办移民，说到美国能住大房子。结果现在呢，在洛杉矶住出租屋，
每天挤漏风地铁。而当年没有移民的亲戚住上了他爹妈当年想都不敢想的大平层，退休金比他在美国的工资还高。他现在35岁，没车没房没存款，连医疗保险都买不起，每次回国都不敢跟亲戚说实话，只能装在美国过得很好的样子，真是打碎了牙都得咽下去。这就是这批美籍华人精英的第一个痛点，认知崩塌的痛苦。他们从小被灌输美国是天堂，中国很落后，一辈子都为这个美国梦而奋斗，结果老了才发现自己追求的天堂或许就是地狱，而当年被他们抛弃的中国却成了全世界都羡慕的地方。这种巨大的心理落差，就像信仰了一辈子宗教，突然发现神像都是假的，那种迷茫跟痛苦，常人根本就无法理解。道德经说，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万事万物都在循环变化，没有永恒的强者，也没有永恒的弱者。当年美国凭借战后优势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可谁能想到30年后中国会以如此迅猛的速度崛起。当年那些移民的华人就是犯了刻舟求剑的错误，以为过去的景象会永远持续，却忘了时代在变，趋势在变。痛点2是高不成低不就的尴尬。这批80、90年代移民的华人大多是国内的精英、公费留学生、大学老师、技术人才，他们到了美国本以为能大展拳脚，结果却发现西方社会的玻璃天花板比想象中更坚硬。有个华人朋友是麻省理工的博士，在硅谷一家科技公司干了20年，业绩年年第一，可每次晋升管理层都没他的份儿。有一次他忍不住问领导含糊其辞，人家需要的是能代表公司形象的人，说白了就是黄皮肤，不符合他们的精英标准。最后他58岁那年赶上公司大裁员，直接被裁掉了，找工作都找不到，回国又不适应，只能靠打零工勉强糊口。他说他当年在国内是别人眼里的天之骄子，而到了美国呢，却成了永远的外人。论语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美国人的平等从来就没给过华人。更可悲的是，他们不仅自己混得不如意，还耽误了孩子。为了让孩子融入美国社会，他们从小只教孩子英语，不让孩子学中文，不让孩子了解中国文化。可结果呢，孩子长着中国脸，却不懂中文，不认同中国文化，在美国被当成老外，回中国被当成外国人。有个华人的孩子回国参加同学会，别人聊《甄嬛传》《王者荣耀》，他插不上话；别人吃火锅用筷子，他呢只会用刀叉。最后他只能一个人躲在角落玩手机，跟他爹说他到底是谁呢？他在美国没有归属感，可回了中国呢，又像个外人。这就是《礼记》所说，不教而诛，谓之虐。Gen X Chinese immigrants got totally fucked. My dad just sent me this message that makes me want to bawl my eyes out. If I knew what China would be like today, I would never leave my motherland. The Chinese American, it's been really crazy to see how we are all becoming radicalized and dismantling our xenophobic views of China. Because growing up, when you are Chinese American, you don't identify with being Chinese, and you also don't identify with being American, so you're kind of in like a gray space. And most children of Chinese immigrants have Gen X immigrant parents that left in the 80s and 90s to come to America because they were trying to escape China. So naturally, growing up, I've only ever heard like negative stories about China and how it was underdeveloped and people were hungry and there was not a lot of opportunity. It took a lot of unlearning for me over the years and dismantling my internalized racism and my internalized xenophobia for me to realize how great China is and how much I love China. And what's crazy is over the past 30 and 40 years, China has undergone extreme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to the point where I would argue that China is even more advanced than America right now. Here's a visual example of China's development. In the past 40 years, China has completely turned itself around from a third world country to like a mass metropolitan cities. So having parents that left China when it was underdeveloped, their only impression of China was what they knew of. So they have no idea what China is now. Like my parents have not even been back at all. They've never been to Shanghai. They've never been to Chongqing. They've never been to Shenzhen. They've never been to any of the big cities. I'm from like a very rural village in the north of China. So my family, their view of China is that it is still like extremely underdeveloped and everyone is very poor. My parents don't really have the privilege to unlearn a lot of propaganda the way that I do. They're not like as educated as I am. So they very much fed into the like American Western propaganda machine. And they have a lot of xenophobic views themselves. So it's just like, it's really complicated, to be in this position and it's really crazy. And I'm very happy that
Everyone is finally seeing China for the way it is and how beautiful it is and how kind everyone is there. And honestly, like how great communism is and how the government really serves to help its people. But it's a lot of like confusion in my head because I'm unlearning a lot of what I was taught by my parents who have internalized xenophobic views. And it's even more sad that my parents came to America as America was arguably on its decline, and they left China as China was on its incline. I don't know, opposite of decline. So they kind of like were the generation that like lost both ends. Like they literally like they didn't get the good in any place. I am rambling all over the place, but another big reason why I think that China was able to do this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so fast is because they have a government that really prioritizes efficiency and productivity, and the collectivists, the collective, like the community over individualism. Like capitalism really prioritizes like the individual. So everything in America happens just like way slower, and it's just like it's really hard to like for America to advance as a country because of capitalism and Western individualism. But yeah, TLDR, I had to unlearn a lot of my internalized xenophobia. A lot of Chinese immigrants in America still have a lot of internalized xenophobia, and it's really hard to change their views sometimes because they came here for a reason and they don't want to feel like shit that they like made the wrong choice. And getting that text from my dad was really sad because I think my dad is finally seeing like how great China is now and how, maybe it would have been better if he never left in the first place. And this whole situation just emphasizes like how much I hate that America is just lying, honestly. Like they lie that they are a democracy and a free country that doesn't have a government that is totalitarian. But they clearly do because they are a country that emits just as much propaganda as the CCP or whatever. Like they do, like, honestly, like even more propaganda than them, because the reason why my parents immigrated in the first place was because of Western propaganda, was because they were promised a better life. But they came here to be waitresses and servers and bussers. They came here to throw all their creative dreams away. They came here to honestly suffer, just for their hometown in China to become this great place. But they already left and it's too late, and they already feel estranged from their motherland. So it is really sad. 这些父母以为让孩子彻底西化就能融入美国，却忘了根儿的重要性。一个没有文化根基的人，就像没有根的浮萍，走到哪里都是漂泊。痛点3是养老无依的绝望。在美国65岁才能退休领医疗保险，而在中国呢，女性55岁，男性60岁就能退休领养老金。这批华人精英现在大多数已经60多岁，本该颐养天年，却还在为生计奔波呢。有个马上65岁的华人，以前是国内的大学老师，1995年移民美国，结果呢，教师资格不被认可，只能开出租车，每天工作12小时。他说他不敢退休，因为现在自己买医疗保险，1个月要花$2000多，根本买不起。他必须熬到65岁才能领政府的医疗保险。而他当年的同事早就退休了，领着退休金，每天养花种草，旅游度假，日子过得比他好100倍。他现在后悔的肠子都悔青，早知道当年就不该移民。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老吾幼以及人之幼。中国的养老体系虽然还有不完善的地方，但至少能让普通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而在美国呢，养老是有钱人的特权，普通人根本就负担不起。这些华人的经验一辈子勤勤恳恳，为美国社会做了贡献，结果老了却连基本的医疗保障都没有，这难道不可悲吗？说到这儿，可能有人会问，他们为什么不回国养老？不是不想回是回不去了。30多年的美国生活让他们的价值观、生活习惯都彻底西化，他们听不懂国内的网络热词，不适应国内的生活节奏，甚至连移动支付、网上购物都不会有。有个华人回国想在网上买张火车票，研究了半天都没弄明白，最后还是拜托亲戚帮忙搞的。他说他就像个外星人，来到了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庄子说夏虫不可语冰，他们被美国的生活方式驯化了30多年，已经无法适应在中国的发展速度跟生活方式。这种回不去的故乡，融不进的他乡的尴尬，是他们最大的悲哀。其实不止美籍华人，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崛起也有了复杂的情绪。越南一个年轻人说中国太强了，
小的时候听父母讲你们有多艰苦，现在在 TikTok 上看外滩的夜景，总觉得不可思议。他们越南就像20年前的东莞，而中国呢已经遥遥领先。还有个大叔说中国就像一堵墙，太大、太高、太厚。他们既羡慕又害怕，就像一个总想摆脱父亲影子的儿子。这种复杂的情绪其实很正常。孙子兵法说：“兵者，国之大事，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一个国家的崛起必然会引起周边国家的关注跟忌惮。但中国的崛起不是靠侵略跟掠夺，而是靠和平发展、互利共赢。这就是中国的魅力，既有郑和舰队的雷霆手段，也有让异乡人上桌吃饭的温柔；既用自媒体输出新潮文化，又让唐人街的香火持续1000年。论语说君子和而不同。中国的崛起不是要取代谁，而是要和世界各国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同志们，聊到这儿，其实答案已经很清楚。这批破防的美籍华人精英难过的从来不是房子、工资、高铁，还有煎饼果子，而是一个更残酷的现实。他们用一生下注的确定性被时代亲手改写。当年他们选择是当下最稳的路，而中国呢，选择的是最难也最长的路。易经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中国这30年走的正是这条道，而很多人呢，却在世界格局变的那一刻停在了原地。他们不是失败者，他们只是低估了时间的力量，高估了标签的含金量。他们没想到，曾经被当作退路的祖国，会变成全世界重新研究的主线版本。所以你会看到，回不去的故乡，融不进的他乡，孩子没有根儿，大人没有岸，一生勤奋，却在终点线前突然被时代换了赛道。我给大家说一个真实的事就是在美国真正恨中国发展速度快的那批人是80、90年代出国的那批人中间的一批人。为啥呢？80、90年代那个时候，中国的大学生全是国家给养的，甚至还发钱，对吧？97年并轨，我是97年第一届大学生，就是自费的。然后在80、90年代，国家又公费派出来留学生，然后这批留学生留在美国的、留在外国的特别多。我单说美国留在美国呢，他就出现了一批人，就是高的他们也碰触不到，低的呢他们也不愿意干。也就是说，在一辈子平庸的情况下，毁了自己的上老人下孩子。为啥呢？刚到美国，为了工作结婚晚，甚至有的找不着老婆，找着老婆生了孩子，因为没有多少钱，孩子也是上普通的公立学校，成才的也没有多少个，但是有成才的。然后孩子现在也到了结婚生子的年龄，要不就是不婚不嫁，要不就是生儿育女，就父母完全不亲，就是明明他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身上背着很多中国文化、中国传统，到美国就完全断了带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65岁退休，在美国是65岁退休的，在中国是55岁就退休。所以他再回头看他曾经的那些同学们，都已经退休，领了退休金，在家里颐养天年了。他呢，这个是我就被面对面的一个马上65岁的人亲口说的。他说：“你说我们这群人真的是打掉牙肚子吞，我们是最恨中国发展速度快了。这2年回国看看中国什么样，再看看美国什么样，再看看现在生活怎么样，再看看曾经的同学在国内生活怎么样，做了一个完全的一个对比。他不敢退休，他说我必须等到65岁退休，这样可以领美国老年人的医疗保险。因为现在如果你要自己买保险，你根本买不起，我都弃保了，我都放弃买医疗保险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回顾一下在美国生活的，你回顾一下80、90年代来美国留学留下来的人，现在基本上60多岁左右，有几个过得好的？有几个过得好了？而且最可悲的是，还有一部分人在这个美国的公司干了一辈子，这不是近期美国大裁员吗？好多华人被裁了，回国也不是，不回国在这找不着工作。你知道有多可怜吗？所以在他们内心里面是最恨中国发展速度快的，而且每天还要伪装着在美国过着美好的生活，不能让国内的同学、朋友、亲人看到自己在美国苟得不是。虽然我这话有点偏激，但是真正的事实就是如此。真的，如果你站在东南亚的街头，问他们当地人，你们眼里的中国是什么样的？得到的答案会比你想象的
更复杂。上个月底我在越南旅行的一次偶遇，让我从全新视角重新认识了我们的国家。原本这趟旅行只为了去尝尝他们那个地道的河粉，却在街角的咖啡馆里边被几个会说中国话的越南人打乱了我的计划。当话题从华为手机、电动汽车聊到了经济的时候，我随口问了一句：你们究竟怎么看中国？空气呢先安静了2秒，年纪最小那个小帅哥先开口了，既羡慕又害怕。他解释说中国太强了，小的时候听父母讲你们有多艰苦，现在呀在 TikTok 上看外滩这夜景，总觉得不可思议。旁边那个大叔呢接着又说，你们可能没有感觉，但是对于我们来讲，中国就像一堵墙，太大太高太厚。这个年轻人呢他又补充到，长辈讲中国古代的故事带着是敬畏，讲现代呢带着的又是不甘。柜台后边沉默那个姑娘，她也加入到了聊天，说她表姐在广州做这个美容师，总拍视频炫耀，说在凌晨3点都可以下楼去奶茶店买奶茶喝。她表姐5年都没有回家，上次回来连过他们当地的马路都感觉不习惯。她说越南像20年前的东莞。最让我震惊的不是这些对比，而是穿白衬衫那个小哥他说的话。你们总说复兴，可这个词儿让他们后背发凉。我们的盛世在你们明朝记载里边不过是安南平，我们的课本里边大捷在你们史书里边只是征安南不利，轻描淡写的，连我们引以为傲的雄王传说都带着九州华夏的影子。难怪这个大叔啊他会说，我们就像总想摆脱父亲影子的儿子。不过呀，这个故事也有温暖的一面。在胡志明的菜市场卖椰子这个阿姨听我说是中国人，送了我一个椰子。她说她爷爷那一辈逃难到了越南，看到中国人就觉得亲切，还和我讲她自己多么努力多么干活才能勉强养家。这个就让我想起了在广州偶遇那个菲律宾的保姆，她被遣返的时候红着眼眶在说，她以前在国外雇主从不正眼看她，但是在中国呢，雇主的孩子叫她阿姨，她能和雇主一起上桌来吃饭，只有在这里她感到了被尊重。这是东南亚对中国最困惑的地方。我们既有郑和舰队的雷霆手段，也有让异乡人在桌上吃饭的温柔，既用自媒体输出了新潮文化，又让唐人街的香火延续了千年。这里没有简单的羡慕或者忌惮，只有文明齿轮转动时发出古老又崭新的轰鸣声。30多年前，我从中国来美国读工程硕士，第一站去了爱达荷大学，在莫斯科市，后来在华盛顿州斯伯坎市找到工作，一干就是28年，后来搬去西雅图。这一晃就是30多年，我刚来这儿的时候，从没见过流浪汉或是街头乞讨的人。那会儿90年代初，我几乎年年都回国 ，almost every year in the early 90s。经常看到很多流浪者，不少是残疾人，或是流落街头的孩子，沿街乞讨，在当时很普遍。20-30年后，如今再回国，我还是坚持每年都回去。看到这些高楼大厦时，摩天大楼、高铁和豪华商场，几乎每座城市，无论1线、2线还是3线 even third tier cities， 全都一样，整洁的街道，还有一流的基础设施。看不到流浪汉，也没人偷鸡摸狗。我发现自己常想，我们建起这些摩天大厦，如此繁华的都市，本该属于纽约或是芝加哥、西雅图那样的城市才配得上。但当我结束访问回到美国后，眼前的景象触目惊心，随处可见流浪者的帐篷，人们在十字路口沿街乞讨 begging for something。 恍惚间觉得中美两国已然乾坤倒转， The fortune have flipped。 说实话，我有点难过。中国政府确实让5亿人成功脱贫，还培育出中国中产阶层规模最大的中产群体。所以说中国崛起是实实在在的。我不敢断言21世纪会不会成为中国的世纪，但美国确实在走下坡路。我很难过，但想一探究竟。这话我真不想说，但不得不说实话，就连纽约 The New York City 和西雅图简直像中国3线城市，懂吗？华盛顿还行，算北京这种1线城市，
First tier city like capital city of Beijing， 所以芝加哥顶多算2线。说这些我都觉得悲哀，但事实如此，我现在就住在西雅图，跟中国城市比起来，它顶多算个3线。说到底啊，这不是清算谁，也不是嘲笑谁，这是给今天还在犹豫、还在选择、还在被滤镜叙事裹挟的人一个清醒的坐标。论语说啊，知者不惑。真正重要的不是你站在哪个国家，而是你有没有看懂趋势，守住根本，留好回旋的余地。中国的崛起啊，不是某些人的噩梦，而是所有中国人的底牌。它让你哪怕身在海外，也不再是无根之人，也让你在关键时刻有一个可以回头的方向。时代啊，从不等人，但时代会奖励看懂它。